美联储要尽快恢复其信誉，否则最近金融状况的巨大放松，恐将破坏其政策努力。另外，一些交易员可能提前知悉巴以冲突一触即发，这群人究竟是谁，又是如何知道的？最后，我们观察到比特币迎来了一波迅猛拉升，在时隔于1年半后再次站上了4万美元大关，市值也已超过了波克夏和 Meta。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帮助你掌握趋势，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安联首席经济顾问 E.L. Arian 表示，美联储很可能会容忍更高的通胀，而不会为了达到 2% 的通胀目标不择手段。但他也表示，投资者对美联储即将大幅降息的预期过头了。最近几天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交易员押注美联储将大幅降息，原因是有迹象表明通胀正在下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也称，迄今采取的紧缩行动已将政策很好地推入了限制性区域。他在周二在接受采访时警告称，美联储需要恢复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导的信誉，否则最近金融状况的巨大放松将破坏其政策努力。他说，我确实相信美联储已经完成了加息，但我不认为这证实了市场对美联储将于明年1季度降息的看法，他们仍然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E.L. Arian 还表示，前瞻性指导的全部意义是让市场倾听你的意见，让市场为你做工。而现在美联储所谓的前瞻性指导正在被市场完全忽视，市场基本上告诉美联储，我不在乎你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你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这就是市场对美联储发出的声明。E.L. Arian 早些时候警告说，除非你相信经济将陷入衰退，否则我不会像市场那样认为明年3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为 50%， 并且将降息5次。而如果你认为我们将陷入衰退，那么股市就不应该出现在目前的水平。E.L. Arian 表示，美联储希望在放松政策之前看到更多劳动力市场放松的迹象，而服务业通胀的持续令人不安。他说，美联储需要更加谦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已不那么灵活。美联储现在不应该积极应对通胀，而是应该继续向 2% 的目标进发，但容忍更高的通胀，即慢慢来。他说，新冠疫情后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的变化可能会意味着 3% 的通胀目标更可取，但美联储不会上调 2% 的目标，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他们的信誉。E.L. Arian 总结道，最终美联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坚持 2% 的目标，并冒着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或者容忍稍高的通胀，避免将经济推向衰退，并最终发现通胀将稳定下降，且不会破坏市场的通胀预期。我希望他们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周一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前的几天里，押注以色列股市将下跌的头寸意外大幅上升。这表明一些交易员可能事先知道即将发生的袭击，并从中获利。这篇题为《恐怖交易》的论文是由前 SEC 委员、现任纽约大学教授的 Robert Jackson JRB 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 Joshua Mitz 撰写的。Mitz 补充说，他和他的合作者 Jackson 非常有信心，与10多年来的交易相比，此次的卖空活动是非同寻常的，并非普通交易的产物。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以色列公司股票的短期期权合约有所增加。这两位教授表示，这与几笔大宗期权交易有关，表明可能有少数参与者在幕后操纵这些期权交易。综上所述，我们的证据与知情的交易员预期哈马斯将发动袭击并从中获利是一致的。不过，这两位作者目前不知道进行交易的各方的地点，也不知道交易员是否与任何特定的金融公司、政府实体或恐怖组织有联系。他们敦促在对交易方得出一些结论之前需要谨慎。Mitz 说，我们不建议直接把这种行动与哈马斯联系起来，这有很多种可能性。也许是因为有人听到了什么并敢于下注，但一些交易可能只是反映了算法或其他交易活动，后者反映并放大了市场的价格变化。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领域，可以帮助预测未来的事件，并切断恐怖分子和其他掌握内幕信息的人从恐怖活动中获利的能力。
一枚比特币价格为41736美元，当天最高攀升至42420美元，创于1年半的新高值。在比特币的带动下，加密货币世界最近可谓甜蜜。什么因素助推了比特币本轮上涨？在宏观政策层面，美联储在11月公布最新利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继9月的会议后，美联储第2次暂缓加息。此举对全球市场均构成一定的利好，其中包括以比特币为主流资产的加密市场。此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证监会会在明年陆续通过比特币 ETF 申请，一旦审核通过，这将为比特币以及加密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届时投资者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便捷地交易比特币。这一预期也使得市场走势呈乐观态势。从行业发展层面，随着加密行业基础设施的完善，比特币生态发展愈发繁荣，加之明年上半年将迎来比特币的第4次减半，市场对减半效应期待较高，不少投资者陆续进场。不可否认，加密货币仍是高风险的投资资产，资产价格的涨跌幅度和速度都与传统资产有显著差异。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没有所谓涨停跌停限制，所以暴涨和暴跌并存。看起来的高收益背后隐含着高风险。香港区块链协会荣誉主席于佳宁对媒体表示，尽管市场行情上涨，投资者仍需以史为鉴。投资涉及风险，加密资产价格可暴涨，也很可能会暴跌，甚至部分加密资产在极端情况下价值可能归零。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DCX 的国际市场副总裁阿亚就警告称，本轮比特币涨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的这一预期上。如果比特币 ETF 再次被否决，本轮比特币涨势可能会宣告终结且持续回调，而比特币 ETF 的全面否决也可能对这轮加密货币行情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肯定需要密切关注。无论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与否，贝莱德的首次加密探索提振了行业信心，显示出传统机构投资者仍对加密行业保持高度兴趣和高度认可，或有助于倒逼加密行业监管标准加快落地，加速行业合规化进程。此外，越来越多机构与 SEC 沟通次数的增多，以及比特币 ETF 申请条件的完善，也都将使比特币现货 ETF 的落地更进一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